两位谁会更幼稚一些呢？要一下。他呀，就是很幼稚的人啊，就要抢上车的这件事情，他都要让他团队的人要提前把我的那个房车门给堵住。这个是双方影响的呀。如果我一方面幼稚，你很高冷的话，那我是傻子。就每天我自己在那幼稚，然后你在那，你也没有多高冷好吗？那我们俩一定要说一个幼稚，那肯定还是你吧？不然啊，对吧？我不觉得。没有，我其实不会觉得真的是幼稚了，因为就是大家玩得开心，才会拿出这一面出来嘛。这样交流可能也是一种信任吧，就是不需要设防。两位拍照达人，谁拍的照片最好看？那肯定是他，我拍的也不错吧？我给你拍的那。下一个问题，没有开玩笑，很好，他拍的很好，他真的拍挺好的，他真的挺有天分的。那上次你说拍的很好，下次永远不要再拍了。开玩笑了，真的挺好的，你拍的好多张照片都真的挺好玩的，他拍了很多很好看的图片。我们拍了很多照片，拍了巨多。收到过彼此送过最有趣的东西是？胶片机，小相机，然后相簿。彼此最爱吃的美食是？他喜欢吃肠粉，然后酸奶碗，对吧？他只能吃都行，只能吃都行。他爱吃的挺多的。什么意思啊？我是什么很能吃的人吗？有点自知之明好吗？好吃的他应该都挺喜欢的。我有看到你在房车上偷吃小零食的视频。是谁？不是我呀！以后吃东西别在我面前吃了。我以前从来没吃过这个，不是我吃的。最近彼此最常听的歌是？会盲猜他的。这首算吗？是。他最喜欢听陶喆。最近一次被彼此逗笑是因为什么？这太每天都有啊！刚才啊。彼此最抽象的瞬间是什么？没有最抽象，只有更抽象。最近我觉得就是看他跳那个胜利之舞吧。到时候我给大家发纯享版啊。我们很抽象对，我们拍了一个很抽象的片段，到时候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对，我们班底很宏大，对，表上可能只有2个名字，但是呢，所有工作人员都有，大家期待一下吧。对，成何体统也不能叫微剧了，应该是细菌剧版。如果用一个水果来形容对方，你们会选择什么水果？这还真没想过。榴莲。还给他，我也觉得他是榴莲。我觉得西瓜吧，西瓜看起来就很靠谱，可以给人安全感的那种。好了，夸我。榴莲。我觉得也是西瓜，我觉得是清爽一点的水果。清爽一点的水果，水果不都很清爽吗？榴莲就不清爽。我觉得它是西瓜或者青提。夏侯惇说出那句他是我的浮木时，他更多的是怎样的情感？溺水之人沉溺太久了，突然来了一个自己期待已久的人，虽然他还在溺水，但是他能抱着浮木喘一口气了，他终于可以有和同类开心玩耍的日子，有一个人可以寄托这种情感了，有一个人可以让他大胆放心的去付出爱了，这就是他的浮木吧。花园里的 SOS 图案对夏侯惇而言是有怎样的意义呢？就是寻找同类的一个呼救啊，因为他是在小时候种的，当时还是很积极的去寻找这个可能吧。到后来发现认错了一次之后，随着四季过了又过，很多次期待又失落之后，逐渐变得不再期待了吧，逐渐的去放弃这个念头了，就觉得不可能会遇到同类。当于婉英又跟你提到这个图案的存在时，夏侯惇内心有着怎样的变化？他在提到这个东西的时候，首先是怕他知道我不是2个小时前传进来的，我是传进来好久了，这个谎言被识破。其次，他提到那个事情之后，他认为还有别的同类。他对夏侯惇说的话当中说，这个人到底会是什么样的？这个人会是男孩女孩？他会不会喜欢跟我们一起吃火锅？其实像夏侯惇当时期许另一个人出现的时候心里有的想法，当时也是那么的活泼，也是那么的期待那个人出现。在于婉英视角去描述那个人的时候，夏侯惇可能会很感慨，心里想着那个就是当时的夏侯惇，你在描述的人其实就是我。我觉得那个还挺感慨的。他说他是男是女的，他其实在心里看都回答他一遍了。在听这段话的时候，心里都有给于婉英答复吧。藏书阁大火之后，于婉英对这个书里的世界是否有了新的认识？他那个时候应该是很懵的，因为他本身就很自信嘛。就在前期的时候，可能婉英觉得都在我的掌控当中，所有的剧情我都知道。因为旭瑶是他见到的第一个死在他面前的人，所以他的那个心理就很崩溃了。然后他那个时候遇到了端王，没有想到端王是那么有手段的一个人，所以他那个时候是真的很破防。其实就是当下的变化跟他想象中的剧情已经产生了偏差，这就预示着他后面每走的一步都要非常谨慎。我觉得婉英的成长线还是挺明显的，因
因为他自始终他都是一个很善良、很有大爱的人。他们那些人死在他面前的时候，是真的很触动他，他是真的很难过的。他其实已经不仅仅把他们当成纸片人了。夏侯惇出现说出那句放开他，于婉英那一刻的心里是怎样的？放开他！因为蛋总是他当下唯一信任的人，所以就是会觉得比较心安吧。对他的出现也有一些意外。于姐醉酒对蛋总说出那句“我好像不太乐意”，你觉得这算是他潜意识里对蛋总是有好感的吗？是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喜欢上蛋总了。酒后吐真言嘛，他第二天就后悔了，心想自己怎么喝了那么多酒。你认为夏侯惇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对于婉英的感情超出盟友的关系是什么时候？其实我觉得在婉英出现之前，他已经是超过了盟友的关系，因为夏侯惇期待这个人期待了太久太久了，随着自己孤独的时间越来越长，他这个人的出现之前，夏侯惇已经把他的分量越加越重，越加越重了。可你更晚20年来。那时候夏侯惇也没了，就是随着他期待这个人的时间越来越长，他的分量已经越来越重了。所以在于婉英出现那一刻，他已经远超盟友了。其实他对于婉英不需要铺垫，不需要说像一般那样去递增感情，他从一开始其实就可以是无条件对他好，只要这个人出现。夏侯惇和于婉英对比更像是个悲观主义者，你觉得是什么促使夏侯惇呈现出一种悲观的状态？你在那个世界试试。这很明显了，自己孤身一人在那个世界，太后一直这样欺压着，各种勾心斗角，各种尔虞我诈的事情吧，更多的是一种没有同类的孤寂。10多年，再乐观的人到这之后，他肯定都会有阴郁的。夏侯惇肯定偏悲观一点。王翠花在现代是社畜，于婉英古代是暴君宠妃，你在这两个人物的气质上会做哪些区分呢？气质上，反正婉英她平时也比较松懈，因为我是觉得她就还是王翠花的内核，她们的性格肯定也是一样的嘛，可能只是在大小眼的时候会做一些区分。宠妃因为只是我的人设嘛，在古代就是赖以生存下去的这样一个人设。于婉英的哪个行为会很符合原来社畜的感觉？她的性格啊，能屈能伸，会给自己留后路，然后会做一些 plan A、plan B。蛋总对于姐而言是个怎样的存在呢？我觉得就是很坚实的后盾吧，我觉得是彼此的救赎。梦梦，来跟我一起笑到最后。再点点预约，还能看到更多。